自从 Riva 128出现， 3DFX Voodoo 一家独大的局面总算被打破了。不过那时候的老黄还只能在中低端市场混个脸熟，哪怕是后来解决了显存问题的 Riva 128ZX 也依旧没能冲上高端。为啥？看过前作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， Riva 128虽然跑得快，但画质拉垮，色深不足，纹理过滤也基本没有，所以早期恩卡傻快这个称号真不是白叫的。然而就在 Riva 128推出1年后， NVIDIA 甩出了一张真正的王牌 Riva TNT， 这回它可是真的冲着高端来的。 TNT 这个名字其实是 Twin Tensor 的缩写，也就是双纹理，它最大的升级就是实现了单周期双纹理技术。这技术有多猛？简单说就是在相同的频率下，纹理性能能直接翻倍。当年巫毒2能碾压前代和一众对手，靠的也是这招。3DFX 甚至还为此告过 NVIDIA， 但结果嘛，你懂的。毕竟老黄不是在芯片外印3个纹理单元，而是实现在单芯片里集成了2个纹理单元，这在当时属于是技术力拉满了。但 TNT 真正让它站稳高端的不只是性能，更是画质上的翻身。它首次完整支持了纹理过滤，包括当年的高端技术3线型过滤，同时它率先支持了32尾色和 1024×1024 的大纹理。这方面3DFX 直到末代Voodoo 4、5才跟上。这意味着只要游戏适配到位， Riva TNT 在画质和性能上都具备了和Voodoo 2正面刚的实力。实测环节宿命对决，我们请来了几位老对手， 3DFX Voodoo 2、上代傻快代表 Riva 128，以及画质优等生 Matrox G200。测试平台还是老配置，端腾2 350加 G 加 GA 6BXE 主板加128兆 SD RAM， 系统为 Windows 98 SE。3D Mark 99 Max 理论跑分，理论性能上 Riva TNT 轻松拿下第一。不过嘛，高分低能的卡我们见多了，实战才是真道理。雷神之锤，在这个初代支持 3D 加速的 FPS 里， Riva TNT 不仅性能碾压了前代 Riva 128，画面也终于能看了，甚至还能反超巫毒2，属实扬眉吐气。半条命，这里是 Riva 128的翻车现场，画质一度被吐槽，但到了 TNT 这边，恩卡画质差的帽子直接被甩飞，画质追平巫毒2，流畅度也不输，体验是彻底舒服了。雷神之锤2，在这款1998年的硬件杀手里，TNT 的帧数略逊于巫毒2，但依然远远甩开 Riva 128，而 Matrox G200 则基本沦为气氛组，性能差距明显。极品飞车3这里追踪，这里是重头戏，也是巫毒2的绝对主场。Riva TNT 在它的 DirectX 模式下，确实比前代 Riva 128强了太多，帧率上去了，画面也正常了，但一跟巫毒2的 Glide 画面比，差距立刻就出来了，而且主要就差在氛围感上。巫毒2能渲染出非常真实的景深效果，远处的景物会逐渐模糊，融入一种自然的雾气中，整个赛道显得深邃而有层次。它的雾化效果也不是简单的一团白雾，而是能精准地营造出雨天那种湿漉漉、空气粘稠的临场感。反观 Riva TNT， 虽然也有雾效，但就显得有点硬，像是一堵墙摆在远处，层次感弱了不少，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干也更平，缺少巫毒2那种能把你拉进游戏世界的沉浸感。在特效方面，比如车灯在雨天路面上的反射、雨滴的真实感，巫毒2也依然保持了可感知的优势。所以在这一局，纵然 TNT 帧数不低，但综合的画质体验还是略逊巫毒2一筹。总结，从 Riva 128到 TNT，NVIDIA 只用了大半年，却完成了一次技术上的大跃进，画质、性能全面起飞，真正从中低端搅局者进化成了高端挑战者。回过头看90年代末的显卡市场真是技术爆炸的黄金年代。NVIDIA 有小步快跑的战略，短短半年就实现了蜕变。反观 3DFX，
技术上虽有优势，却已显露出懈怠，而这份傲慢对任何科技公司都是致命的。